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赵丽颖的脸，万家公婆的床，给国产剧上了一课。电视剧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可以说是一部高能上线的作品，开播8天来，深得大多数观众的喜爱不说，就是这口碑也是一直居高不下。这些天来，关于该剧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除了夸演员的，还有很多是夸导演的。众所周知，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的导演是郑晓龙，他在影视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跟威望，堪称是良心剧经典的金婚，还有被观众翻看了无数遍的《甄嬛传》都出自郑晓龙之手。当初得知赵丽颖是跟他合作的时候，粉丝也很放心。当然了，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这部作品有很多细节也做得非常到位。赵丽颖的脸，万家公婆的床，更是给国产剧上了一课。随着时代的进步，影视行业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以前拍一部剧需要用上1、2年的时间，现在有的个把月就可以杀青。快餐式的饮食文化也逐渐显得敷衍了起来。一些国产影视剧为了打造女主光环，直接把精致妆容焊在了演员的身上。当然，这不是演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剧组太过重视主角的形象。而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这部剧在打造赵丽颖和幸福这个女主的时候，却更加靠近现实，可以说是把角色融入到现实中。她的脸更是真实到没朋友，特别是在婚后睡觉的镜头中，导演让演员处于一个素颜的状态。这里说的素颜，其实也不是真的全素颜，因为何幸福是个乡村女人，所以肤色不会很白皙，卸妆后更是显得蜡黄。赵丽颖本身就很白，为了凸显角色的真实性，其实都能看出来赵丽颖的脸是被刻意画黄了1、2个色号，她的脸比她的脖子要黑很多。显黑显蜡黄的粉丝没有多余的精致妆容，口红也是接近纯色的全裸色号，这样打造出来的睡前妆容比赵丽颖本人的素颜还要更加有素颜的味道。不得不承认，赵丽颖的脸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气息。毕竟现实中还真没人睡觉都化着一个大浓妆的。站在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赵丽颖的和幸福真的符合现实的审美，比本人的素颜还更加贴近角色的妆容。这个细节在现在很多的偶像剧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看多了那些带着精致浓妆睡觉的女主，观众虽然疑惑，却也习以为常。郑晓龙却不随波逐流，让何幸福的脸，让国产剧的审美回归了正常，难道不正好给这些脱离了现实的国产剧上了一课吗？不仅仅是赵丽颖的脸，郑晓龙的用心程度还体现在了对人物家境的细节描述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何幸福跟庆来这对新婚夫妇的婚房同他们家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洋气的东西，虽然家里穷，但是却还是会在装修上下功夫，这真的太有农村感了。镜头一转，来到了万家公婆的房间。老一辈给年轻人安排洋气的婚房，自己的方面的摆设却都还是那么老旧，可是这反差却体现了一个朴实家庭的真实家境。老式的床头柜、台灯，还有老式的床单，都是年代感满满，甚至也刻画出了一个家底不殷实的穷人家的模样。郑晓龙镜头中的穷人，透着细节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穷的味道，特别是万家公婆的这个床，简直太有代入感了。这种反差对比，让观众一看就知道何幸福的婆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老实本分的小家庭。为何说 Happiness to 10,000 homes 中公婆的床也给国产影视剧上了一课？原因很简单，在当下很多的国产偶像剧中，所谓的穷人让人有点搞不懂。主角是个打工族，1个月的薪资也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住的房子却是在大城市的内环。别说导演把主角定义成了穷人，就是现在的年轻白领，也都住不起国产影视剧中主角的房子。
你敢相信这是当代国产影视剧中导演所定义的穷人住着的房子吗？不知道是因为导演不知人间疾苦，还是因为在电影人的眼中，只要收入达不到娱乐明星收入那种程度的都算是穷人。反观《Happiness to 10,000 Homes》这部剧，郑晓龙导演眼中的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没有大洋房，没有复式装修，也都没有豪华夜景，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木质感。这种乡村感十足的风格，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家庭到底生活在什么阶层。毫不夸张地说，《Happiness to 10,000 Homes》中的穷，才是观众定义中的穷，才是大众定义中的一个普通家庭该有的模样。艺术本身就是源于生活，影视剧也是生活的写真。如果说穷的连现实都配不上，那就失真了。所以说，赵丽颖的脸，万家公婆的床，给国产剧上了一课。她之所以能够得到那么多观众的追捧，能够成为大爆款，都是因为一个字，那就是真。你觉得呢？